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每天都在死磕一本就是非常厚重的中文语法书，你能在试卷上完美的选出那个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区别，妥妥的高分学霸了。绝对的。你甚至背下了几千个汉字，然后有一天你受邀参加一位中国朋友的婚礼，真正的考验来了。没错，你站在宴会厅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红包，突然之间大脑一片空白，发现书本上根本没教这个。就是这样，红包里该塞多少钱，递红包的时候，该说哪一句特定的吉利话，如果遇到长辈来敬酒，你的杯子到底应该举多高？很多学习者在这个时候会非常崩溃。就在那一刻，你意识到你学了一肚子完美的语法，但在真实的中国社会面前，你依然是个，怎么说呢，是个哑巴。这种脱节感其实非常让人挫败。确实，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对这种脱节感心有余悸，或者你正渴望一种不那么痛苦的语言学习方式，那么你今天来对地方了。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很高兴能一起聊聊。今天我们要深挖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资料，一个拥有22.6万订阅者的 YouTube 频道叫 Chinese Daily Podcast。哇，这个频道的体量不小，而且确实非常值得剖析。它的核心主旨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每天自然的学习中文。听起来像是个很普通的宣传口号，对吧？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在我们现在这个充斥着各种速成班、打卡背单词，还有海量信息噪音的时代，要真正做到自然地吸收一门像中文这么复杂的语言，它背后的教学逻辑其实极其精密。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被那种庞杂的干巴巴的信息淹没，想要快速但是扎实地掌握一门语言，这个频道提供了一个极其新颖的视角。它打破了常规。它是怎么把通常大家觉得枯燥无味的语言学习，巧妙地融入到当代年轻人的真实生活，或者是那种辛辣的社会话题，甚至是让人完全放松的睡前故事里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找出的答案。那么请问，对于一个想要高效学习但又极其抗拒死记硬背的人来说，这种把教科书直接扔出窗外的非传统学习法，到底是怎么在大脑里起作用的？它的运作机制首先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传统语言学习的那种真空状态。你想想，传统的教材一般是怎么教的？肯定是第一课，你好，你要去哪里？这个苹果多少钱？对，这种语料非常实用，但也极其机械。它剥离了语言生存的土壤，也就是现实社会。而这个频道抓住了认知科学里的一个关键点。哪个关键点？语言只有在具体的语境和情感连接中，才能被真正记住。但问题也来了，现实社会的语境太庞杂了啊！如果你把一个初学者直接扔进中国的社交媒体去感受那种真实语境，那他们绝对会找不着北。对，他们会被各种网络俚语和复杂的表达瞬间淹没。学习最怕的就是毫无头绪。不过，这个频道里的日常生活主题学中文系列似乎用了一种很聪明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没错，它并没有抛弃科学的难度分级，而是把枯燥的 HSK 标准变成了一个隐形的脚手架，就是官方的汉语水平考试等级。是的，它给每一个极具时代感的生活话题都标注了对应的 HSK 等级。这里非常吸引人的是，它把循序渐进的词汇学习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痛点直接绑定在了一起。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一个很直观的比喻，就好比，你在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旁边，频道给你提供的水深标记。你看，如果你是个 HSK 2 Plus 的初学者，你在闪水区，比较安全的地方，不会淹死。对，但你学的不是那种干巴巴的，今天天气很好。你去听一期叫做别再比较的视频，学习怎么用基础中文谈谈心理学，怎么停住自我内耗。这个切入点就很抓人。然后当你水性好一点了，游到 HSK 3-4的中级区，你就可以接触躺平是放弃还是觉醒这种社会热点。哇，这个话题跨度很大，而且非常现实。还没完呢，如果你达到了 HSK 4-5，你就可以直接跳进深水区，去讨论代沟与催婚这种充满社会压力、代际冲突的复杂话题了。这个水深标记的比喻非常贴切，这让学习者在跳进去之前，确切知道自己能不能驾驭。而且你看，虽然语言难度深浅不一，
但讨论的内容始终是成年人真正关心的，也就是有共鸣的话题。与其死记硬背，不如讨论这些有争议的社会词汇，是不是反而能让大脑记得更牢？绝对的。我们来剖析一下躺平是放弃还是觉醒这期内容。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当学习材料跟你的个人价值观产生碰撞，或者跟你对现代社会的困惑产生共鸣时，大脑被就激活了吗？对，高度激活。理解躺平背后的那种社会无奈，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会让你的海马体把这些新词汇标记为重要生存信息。啊，也就是大脑觉得这个东西我得记住，以后用得上。没错，这会成倍的提升记忆力。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与其坐在书桌前痛苦地把代沟或者催婚写在单词卡片上背诵100遍，不如直接去听一听中国年轻人为什么要反抗重复的生活陷阱。当你去听这些内容时，你其实是在看一部微缩的社会纪录片。你大脑记住的不是墨水写成的汉字，而是一种愤怒、无奈或者释然的情绪。你触及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语言在这里不再是被拆解的语法零件，它变成了一把用来理解另一种生存状态的钥匙。这点太重要了。当你听懂了为什么中国年轻人面临催婚压力时，你不是在把中文翻译成母语在思考，你是在用中文的逻辑直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深度的认知参与是任何一本词汇表都无法提供的。确实，理解思维方式才是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坐在书房里探讨社会学概念就足够了。当然不够。要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你必须走到街头巷尾去，走进那些充满烟火气儿的地方。这也正是频道里另一个庞大板块，也就是说说中国文化系列正在做的事情。没错，如果说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骨架，那文化就是它的血肉。没有真实的场景支撑，语言就没有任何生命力。我在资料里看到，他们把受众带到了非常接地气的场景里，比如针对 HSK 3到4学习者的中国深夜烧烤，这个很有代表性。还有 HSK 2、3的4大菜系解析，美食嘛，大家都能理解，这是了解一个国家最直接、最感官的通道。通过聊怎么点烤肉串来学习词汇，这很合理，非常实用。但是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资料里特别提到了一期针对会员的独家视频。级别是 HSK 3、4，标题叫“参加中国婚礼要注意什么”。我看到这里其实有点疑问啊，疑惑什么？用10几分钟去专门讲参加婚礼的注意事项，对于一个刚刚达到中级水平的语言学习者来说，他们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搞懂那些复杂的虚拟语气吗？为什么掌握这种人情世故的礼仪会被放在这么核心的位置？我们如果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在跨文化交流中，仅仅把话说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什么？在语言学界，我们有一个核心概念，区分了语言流利度和文化流利度。文化流利度？对，很多学习者语法考试能拿满分，发音也无懈可击，但他们真正进入中国社会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人建立真实的友谊，甚至处处碰壁。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的语法完美，表达清晰，就算我不知道红包该给多少，中国人作为东道主，难道不会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而包容我吗？这顶多算是个小小的礼仪失误吧。包容当然会包容，但这中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如果你永远只期待别人把你当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国人来包容，你就永远是个局外人。你无法真正融入圈子。没错啊，你懂得深夜烧烤摊的规矩，你就知道那不仅仅是吃肉的地方，那是中国人卸下防备、袒露心声的社交场。是，烧烤摊上聊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同样，中国的婚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红包怎么给，座位怎么安排，祝酒时杯子的高低，这些人情世物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几千年来深固的面子文化、家族观念和长幼秩序。我开始理解你的意思了，这就像是在玩一个极其复杂的游戏，语言只是你手柄上的按键，但文化礼仪才是这个游戏的隐藏规则。这个比喻太准了。如果你不懂规则，你按键按再快也没用。所以当你学会了在中国婚礼上得体的交流，你其实是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我不仅会说你们的语言，我还尊重并理解你们的文化内核。非常精准，这种信号才能帮你在现实中真正与人建立深刻的连接。
文化流利度能让你从一个会行走的翻译机，变成一个能听懂弦外之音的参与者。这确实是一种认知上的升维。不过话说回来，哪怕是作为听众，仅仅是想象一下，白天要去应对充满代沟的催婚探讨，晚上要去深夜烧烤摊上理解复杂的社交信号，周末还要去婚礼上进行高强度的人情世故实战，听着就很累了，对吧？对呀，经历一切之后，哪怕是精力最充沛的学习者，大脑也该精疲力尽了吧？这是必然的。高强度的认知输入和跨文化碰撞会极大的消耗心理能量，也就是为什么任何科学的学习系统都必须包含一个缓冲和内化的机制。没错，这正好引出了频道里一个看似非常反直觉，但我看了资料后觉得极其精妙的板块——中文睡前故事。这个板块非常关键。资料显示，这里面有经典的爱情故事《梁祝》，有探讨幸福的故事，有教你实用技巧的学会倾听与消除误会，甚至还有针对初学者的寓言故事《井底之蛙》。好，我现在必须得扮演一下挑刺的角色了。欢迎挑刺。睡前故事，认真的吗？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成年人，一个想要提升职场竞争力、想要锻炼批判性思维的成年学习者来说，听这种给3岁小孩听的寓言，真的有效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疑问。这难道不是一种学习内容的严重降级吗？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成人语言习得中最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成年人有一种执念，认为学习必须是痛苦的、高度紧张的，必须去死磕学术论文才算数，不痛苦就觉得没学到东西。对，但实际上，在睡前这种半梦半醒的、完全放松的环境下听故事，对潜意识的语言吸收有着奇效。在语言学中，这被称为降低情感过滤。情感过滤，让我用大白话来给听众翻译一下这个理论。好啊，你来。你可以把这个情感过滤想象成你大脑门口站着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保镖。哈哈，这个比喻有意思。当你在白天高度紧张，时刻担心自己这个字没听懂，那个语法用错了时，这个保镖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把所有的新知识都挡在了门外。没错，焦虑感阻碍了吸收。但是，当你躺在床上，听着舒缓的睡前故事时，这个保镖打瞌睡了，防线放低了。这时候，句型、语展和词汇就像流水一样，毫无阻碍地渗入了你的潜意识里。这个保镖的比喻太棒了，完美解释了它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这绝对不是学习降级，而是一种高级的策略性放松。好，我接受这个降级焦虑的科学原理。保镖去睡着了，语言进来了。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假如我明天要去和中国客户谈判，我今晚听了井底之蛙，学会了青蛙和水井这2个词汇，这对我有实质性的帮助吗？听起来还是有点浪费时间。如果你只盯着青蛙这个字，那确实没帮助。但你忽略了频道的另一个核心设计。这个播放列表里包含了3个中国成语故事，并且明确标注了是为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成语故事也能培养批判性思维？当然，井底之蛙适合 HSK 1到3的初学者，他用的词汇确实非常基础。但它的内核仅仅是青蛙吗？不，它探讨的是谦虚，是认知的局限性。它的副标题甚至直接叫“谦虚打开中文世界”。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披着童话外衣的哲学概念。完全正确。中国的成语和寓言实际上是浓缩了中国文化最核心智慧的超级胶囊。超级胶囊这个词用得好。它们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用来评判是非、处理商业和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作为一个成年人，当你用极简的词汇听懂了井底之蛙时，你不仅是在复习语言，你更是在理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眼界与无知的。也就是掌握了他们的思维密码。对，在商业谈判中，如果你能用最简单的中文引用一句成语背后的智慧，这比你用最高级的词汇堆砌出一长串废话要震撼得多。这是在用最基础的语言向你的大脑注入最深层的文化基因。把睡前故事当成文化基因的胶囊，这个概念太迷人了。
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跟随这个频道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旅程。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真正的语言学习绝不是把字典从头背到尾。是的，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你正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里死记硬背而感到窒息，或者你的语言学习遇到了怎么也跨不过去的瓶颈，那么今天探讨的这个频道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破局思路。没错，它是一剂解药。它向我们证明了，通过具有清晰 HSK 框架的现实话题，你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的水位；通过进入那些充满人情世故的烧烤摊与婚礼习俗，你可以真正与人建立连接。最后，在让人宁静的睡前寓言中，你的大脑能够放下防备，吸收最深刻的智慧。语言就是这样自然地在你身体里生根发芽的。这一整套系统告诉我们，学习一门外语不该是一场为了应付考试的消耗战，而应该是一次充满好奇心去探索另一种生存维度的奇妙旅行。在今天我们深挖这些资料的最后，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份额外的思考。这是一个跳出今天所有具体学习方法之外的问题。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语言是文化思维方式的一面镜子。那么，当你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在你自己的母语文化里，你们的睡前故事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角度。你们的街头小吃文化和婚礼习俗又是什么样的？当你把它们和中国文化对比时，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是不是也暴露了一些你自先固有的文化偏见和盲区？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去反观自我。也许你去学习像中文这样一门截然不同的语言，其终极的意义根本不仅仅是在你的简历上多加一项语言技能，它是借由这面全新的镜子，逼迫你去反学习，也就是 unlearn， 去打破你从小被灌输的思维局限，看看世界另一端的风景。对，去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10多亿人拥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幸福、看待世界，甚至面对压力的维度。你觉得呢？带着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或许下一次当你再看到那些看似如同乱码一样的汉字时，你看到的将不再是枯燥的笔画，而是它们背后跳动着鲜活的生命力与世界观。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在这些充满烟缓气和古老智慧的资料中潜游。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